大家好，我是倩妮厨房。今天去参加一位朋友女儿的婚礼，看看韩国婚礼及婚宴的特点。由于韩国周末的时候，往返首尔的车比较多，会堵车，所以我们要乘坐主家包租的大巴车。在韩国8人以上的车上高速，可以享用专线，所以更高效、更便捷。当然，我们是先开自己的车，到集合点汇合，然后换乘。这就是我们要乘坐的大巴。在韩国，如果新郎、新娘不是一个地方的，那么结婚时会邀请亲戚和朋友去婚礼的场所，这样就需要大巴车来接送。愿意去现场祝福的人就会乘坐主家安排的大巴。坐上了大巴，惊喜地发现主家为各位准备了一些吃的，有韩国人喜欢喝的功能饮料，有人参口服液、糖果，还有一些饼干，真贴心。主家大概是考虑在中途饿的时候可以垫一下。不过今天我们要去吃的是婚宴自助，开席的时间大概是在1点，甚至更迟的时间，所以有没吃早饭的可以简单的吃点。另外还有些水果，一瓶矿泉水，想得够周到的。这是果汁饮料，没想到还有一份炸鸡，这是很多韩国人喜欢吃的。打开看看，看看这份炸鸡，颜色还是挺诱人的。路上其实需要1个多小时，这些食物很让人安心。转眼我们到了一个休息区，韩国高速的休息区和国内的差不多，只不过卖的东西有些不同，基本上是些油炸食品、包饭类的食物，饮料基本是咖啡。考虑到路程，我还是下车活动活动。这是厕所使用状况的显示，黄色的表示已经占用，绿色的是空的。出来之后，我看到一家小店，这是餐饮店常用的空调，买了杯咖啡，路上慢慢的享用。一路上可以欣赏沿途的风景。韩国周末的时候堵车比较厉害，尤其是去首尔的方向，所以乘坐大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韩国8座以上的是可以享用专用车道的，所以一到节假日，很多人也会选择大巴车。这种车道是画着蓝线的，我们现在就行驶在专用车道上。终于到首尔了，看到了汉江，这是汉江周围的建筑。这是一个大型的停车场，连过3座汉江桥，汉江上的桥还真的不少。你看远处又是一座，如果看向右边，你会发现有一个绿色的线，还有一条粉色的线。在韩国，粉色线是离高速中线最远的线，是提醒司机第一时间离开高速的线，而绿色是第2时间离开高速的，也就是说还需要行驶一段再离开高速。这种线路指示其实很不错，可以提前让你做出预判。说话间就看到了韩国第3高楼63大厦，85年落成的63大楼是当时全亚洲最高的楼，但是现在已被2016年完工的乐天超级塔超越，成为韩国第3高楼。63大楼高度约为249米，远低于乐天超级塔555米，不过曾经风光过也就够了。终于到了目的地，在韩国，婚宴都是由专门的婚庆公司来操办的，一般都有自己专有的大楼提供婚礼服务及饮食。受西方的影响，韩国目前婚宴都是自助形式，这点和国内热闹喜庆的气氛完全不同。我们的餐食都是圆桌式的，强调一团和气，其乐融融，而韩国更崇尚西式自由随意的自助，可以说各有千秋。业内人士都知道自助餐的成本是非常难控制的，不过对于韩国来说，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，并做了一些调整，将宴席搞成了流水席，就是将结婚的时段进行分段，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更加节约。在国内，我们都会选择吉利的日子来结婚，而韩国基本都选择周末，这样亲戚和朋友都有时间。我们来看看这个时间安排，这是从上午11点到下午5点的时间表。你看11点、12点、1点不同的时间段，还有到下午4点、下午5点的。那么在不同的楼层有不同的自助餐，这是每个家庭的时间和场所单，非常的清晰，目的是防止来宾走错地方。大厅里还有其他的一些服务区，比如小超市、咖啡厅等。突然看到一个小孩，打扮得挺可爱。上了电梯，我们就到了接待区，每个新婚夫妇及宾客都会有专属的会场，
现在时间有些早，要等到预定好的时间才会进入会场。这期间，亲戚朋友们可以先见面，寒暄寒暄。主家的父母会穿上他们传统的服装迎接客人。摄影师是最忙碌的人，要跑里跑外。这不，他们现在准备给新娘拍一组照片。新娘进去了，我们也跟着一起看一看。后面有一些工作人员安排拍摄。这次给我印象比较深的，还是后面的服务人员，他们是专门从事这个工作的，所以说每一项工作做的都非常细致。你看，这位大姐正认真地帮新娘整理婚纱。这是新娘和婆婆、妈妈一起拍照的场面，需要摆出一些 pose， 非常的温馨。接着是和自己的朋友、亲戚拍照，当然这是自愿的。新郎也在和周边的朋友们寒暄，他的父母在一起和各位来宾们交谈。利用这个时间，我也转了转。这是上一家人的指示牌，他们已经结束了。我们11点开始，还有大概10分钟。这是放份子钱的信封，韩国都是用白色的，在国内这是要犯忌的。刚来韩国时有些不习惯，现在已经习惯了。给了份子钱，就会拿到一张自助餐卡片。仪式结束后，凭着这张卡去自助餐厅就餐。这是楼上准备办婚宴的家庭，这里有许多的花篮，那么他们的花篮跟我们似乎有些不同。花篮的右边会写着汉字祝华婚，而左边是贺喜的机构或者个人，用韩文书写。像这个就是韩国的广播公司节目制作协会送的花篮。我们终于进入了婚礼大厅，那么这个大厅呢，跟国内的是有些像，只是色彩没那么火热。T 台两边是小圆桌，不过来宾并不在这吃饭，亲戚朋友们可以坐在周边交谈。双方的母亲最先开始入场，他们现在正在进行交谈。韩国的婚礼仪式其实大差不差，我参加过很多次韩国朋友的婚礼，只不过以前没有详细的记录过。由于他们跟国内的婚礼的形式略有不同，所以我这次还专程来，利用这次机会来拍摄记录，让大家了解了解。所有的人落座，大屏上一直播放着新郎、新娘的倩影，看样子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此刻最忙碌的应该是工作人员了，我看他们在工作的过程中非常的熟练，所以说每一个细节、每一个步骤都会做得非常到位。后面的镜头里面你们也可以看到，仪式马上开始，员工已经就位，前面2位小姐，他们会陪着主家一起进行仪式的。好，主持人开始说话了，具体的内容没完全听懂，大概的意思是做个开场白，跟大家鞠躬行礼之后，那么仪式马上开始。好，现在新郎新娘的父母开始缓缓步入典礼现场，他们都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，打扮的几乎都是一致的。工作人员快速的就位，然后帮他们拍照。2位妈妈开始点燃蜡烛，然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，他们开始互相行礼。那么后面的工作人员也会跟着一起行礼。整个程序其实你不用担心，只要按照他们的操作进行就行了。接着再跟大家行礼。下面就是新郎登场了，前面的这个主持会对他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新郎缓缓步入大厅，向大家鞠躬示意。一番介绍以后，新娘开始准备入场。这里并没有让她的父亲领着入场，而是独自一人。可能每一次、每一家公司在这一方面都不太一样。新娘穿着婚纱，慢慢的步入大厅。她的婚纱其实非常的长，一种飘逸的感觉，有很强的仪式感。还是有工作人员帮助她处理好每一个细节。接着新郎和新娘开始相互行礼，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，他们按照程序开始宣读自己写的誓言。这段内容引起大家的哄笑，就是男方帮妻子做些什么，妻子允许他去钓鱼之类的话。我看和国内的誓言基本类似吧。在这种欢乐的气氛里边，大家也在享受着此时的快乐，倾听着他们的誓言。现在先由男方母亲致辞，接着是女方的父亲上台讲话。
新郎新娘在认真地倾听父母的教诲。仪式结束后，新人开始接受朋友的祝福。这时男方的朋友开始献歌。在韩国，举办婚礼的时候，经常会有一些朋友来献歌。本次婚礼的主持其实是女方的朋友，他是电视台的编剧，写过不错的剧本。介绍这位朋友时，故意埋梗，让大家以为他是歌手，其实他只是那位歌手的粉丝而已。看来幽默真是好的调味剂，让婚礼处处有欢乐的气氛。当然，朋友唱的如何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份心。接下来，新人要面对各自的父母进行答谢。男孩会行跪拜礼，当然工作人员非常贴心的给下面铺了一个毯子，而女方由于穿着的婚纱不方便，无法下跪，采用了鞠躬礼来表达谢意。男孩是五体投地地跪拜，表达对女方父母的敬意。结束后，女方父母会献上拥抱以示感谢。接下来，新人再去男方父母那里进行同样的仪式。新郎还是下跪感谢自己的父母，新娘几乎是90度的鞠躬表达敬意。这场婚礼的整个仪式还是中规中矩，整个过程其实并不长。仪式过程中的朋友们各种欢笑和各种调侃，可能在正式的场合他们不会这么做，那么在一些私下的地方，会和朋友一起聚一聚，开开玩笑，然后聊聊天。所以在正式场合里面，韩国的婚礼仪式几乎都是类似的。最后二位向各位来宾和朋友们鞠躬表示谢意，那么整个的仪式就接近了尾声。现在唯一搞笑的就是，新郎在女方父母面前开始发誓喜欢女孩，不去钓鱼。接着他邀请一个朋友一起做这个动作，当然朋友是不太愿意的，那么只有他自己在做，显现出他的决心，不放弃的精神。最后还让他跑到大厅外，向陌生人做同样的动作，这其实也是一种带有玩笑的考验。接着整个仪式结束，新郎和新娘向各位来宾和亲朋表示谢意，不断的鞠躬点头走下 T 台。整个仪式结束，历时20分钟，并没有拖沓的感觉，因为时间宝贵，对宾主对主办方都有好处。最后所有的亲戚及双方的家人会上台一起来一个全家福。仪式结束之后，我们来到了餐厅，楼下有很多自助餐厅，分别服务于不同时间段的客人，规模还是不小的。不同的主办家庭会被分配到不同的餐厅里，一般会提供免费的停车，时间是1个半小时。这里有预约牌，有可能是下一家人的位置，我们的位置是在左手位。找位置坐好后就可以取食了。韩国的自助，尤其婚宴自助餐形式基本上是类似的。据我所知，其实他们有一些自助餐厅是既承接商务的会议，也承办百姓的婚宴自助，还接待百姓日常活动，诸如生日、乔迁等。总之，让餐厅的利用率最大化。好的餐厅客人总是络绎不绝，很难预定，这完全取决于经营者的智慧和能力。话说回来，婚礼的自助与普通自助在形式上其实没有大的差异，只是菜品选择上有所不同。另外，韩国在菜肴的要求上没有什么禁忌，所以选材上更加自如。一家好的自助餐店，设备、器具会非常齐备，然后种类也是挺多的。这是油炸的食品，这是蒸制的食品，有海蟹，有糯米饭，有小年糕、包子等。先看看沙拉区，一般吃自助，沙拉是首选的菜品。这里主要有各类蔬菜及沙拉酱汁等。这是刺身区，有虾，有海鲜。这是各种刺身，有专门的厨师在对面展示制作的过程，国内称明档。这种形式在韩国自助餐厅里是非常普遍的。这有寿司饭团，还有韩国的紫菜包饭团。这是冷面，已经配好了。还有一些小菜，韩国传统的泡菜。这是杂菜粉丝，这是辣拌的生八爪鱼，这是凉菜区，这是做好的冷面汤，冰镇的，夏天吃一碗很爽。韩国人很喜欢这种冷面。自助餐的区域分割得非常清晰。这个热菜是韩国人最喜欢的糖醋肉，跟国内的其实有很大的不同。这是各种汤食，这是主食区，
有野菜拌饭，这个野菜拌饭其实挺贵的，还有雪糯饭。这是点心区，这里有小号的马卡龙、黄油蛋糕、芝士蛋糕和蛋卷。我取了一些刺身，这完全是个人喜好。还有一些热菜，韩国人喜欢吃这种生的牛肉，这种牛肉是腌制过的，可以直接生吃。只不过我尝了一下，还不是完全吃得惯。还有生的虾，有点像我们的醉虾。当然，比较习惯的还是这个牛排，牛排的质量还是不错的，很嫩。切开看看，几乎是8、9成熟了，卤汁是调好的，味道不错。接着是一些意大利的披萨和奶油面。这是竹筒血糯饭，我掏了一些，它是甜食，有点像我们的八宝饭。韩国人喜欢吃这种血糯饭。我选择了一些肉食，有牛肉、炸猪排等，主要试了一下糖醋肉，他们另配的卤汁主要防止肉回软不脆。基本上他们的糖醋肉是大同小异，味道是韩国人喜欢的，不那么重。接着来了一点主食炒面和炒饭，最后是蛋糕收尾。总体说来，这是本次参加韩国婚宴的感觉。希望各位喜欢，如果和你的意愿，麻烦点赞、订阅，还会有更好的视频等着你。下次见。